台湾设计展在彰化，这一次总共分为3大展区，而我们这次要去看的呢，则是鹿港这边的展区。究竟设计展好不好看、震不震撼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展区圆梦行，它是位于鹭江，而这一场展览带我们从交通的流动、建筑的纹理到生活的日常，一起感受设计如何转化城市的节奏。设计不只是外观的美，更是一种语言，它能记录城市的记忆，回应当下的生活，也让我们看见未来的可能。而这一个展览里面又分为3大区块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到了第一个部分，它的主题是记忆之源。其中我最记得的是那时候会带一些石头过来，然后呢，还有日治时期的改正计划竟然有拆除原本的城墙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了第2个区域，它的名字叫转译之间。而这区呢，也有超级多展览的东西，像是刚进去就有一块板子展览了彰化有什么第一之类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板子是展览彰化交通的网路，还有之后的建设之类的。区呢就会有一个写什么修复古建筑之类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地方是讲一些建筑永续之类的，再进去就是一些可互动的装置，可是感觉好像其实跟这个没什么关系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公园的介绍之类的。蛮不错的是，它地板也有一些写的东西。最后呢，我们来到了原未来城市这一个地方，它有一个很奇特的通道，然后呢，走过通道后呢，就有一片留言墙，然后还有一个装置可以用来盖出自己城市的东西。
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展区，它是位于亚太度假村的电器现场，这也是我觉得最像日本世博的一个展区，因为它很有临场感。首先呢，它的第一区块把它装饰成蓝调，然后旁边的都有一个红色和蓝色的镜子，可以展示远古和现代。然后呢，在最后面你会觉得好像还没走到尽头，可是实际上它是用镜子反射，让你感觉好像还没走到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区块，它主要是以红色为主轴，然后呢，里面展览的东西看起来都是一些以前的东西。在这一段期间里面，顺便来讲讲看，它为什么叫电器现场。殿主要指的是信仰之所，应该就是庙宇，也是人群聚合、情感交换的空间。与无形的气相互缠绕，就会浮现出地方常年累积的文化能量，也让未来的文化轮廓在此显影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了第三区，这一区呢，主要就是展览了一些技艺，比如说像是呢，它会在前面摆了一些石头的制品，后面会介绍一些石头，然后也会让你们体验它的触感，还有一些东西，然后每个几乎都是这样子，我个人是蛮喜欢的。它上面的每一个大荧幕都会每天表演不同的东西。我们那天刚好是演戏的样子。最后一区呢，就是可以拿贴纸来贴，然后就可以去扫描你做的东西，就会出现在大荧幕上面。
一离开场馆就看到超大烟火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了位在公会坛的最后一站平安行，这里呢也是觉得有点像世博，因为它还需要排队，而且它是会管制人流，还需要排队，排了半个小时才终于排到。这个展区主要展览跟庙宇和祭祀之类的有关的。首先，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区域，它的最主要展览的东西呢，是一个供桌，上面摆了很多祭祀的东西，而且每个祭祀的东西它都有一一介绍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区域，它主要是介绍鹿港的一些节庆和一些节庆的习俗之类的。然后呢，中间还有一个大轮盘，上面好像写的一些农历日历上面会拜的节庆。然后呢，中间还有一张彰化的地图，上面会写一些绕境的路线。然后其中我最记得的是那个有很多动物全部都用米做成的，很猛。然后呢，台上还有一个可以玩游戏的地方，只是因为我的时间那时候已经快不够了，所以就没有玩了。接着呢，在这个展区的最后，它可以挑一张卡片，然后盖印章。我们的鹿港的展馆也全部逛完啦。最后呢，我们来到了广场等待光雕秀，也刚好看到一个可以扫描把灯笼投影上去的 QR code。接着呢，就迎来了我们的光雕秀，它大概持续了大约15分钟左右，那就让我们来好好欣赏吧。
OK，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全部内容。我个人是觉得这次的展览还不错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喜欢我影片的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。